和平已成奢望，普京准备进行永久的战争，整个国家都在适应新常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普京在乌克兰准备进行永久战争的话题。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战争目标比较明确，包括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支持乌东2个俄罗斯族的共和国独立等等。但是战争进行了1年之后，俄罗斯政府高层已经明白使用军事手段无法结束战争，再加上乌克兰方面又不愿意谈判，普京开始为永久的战争做准备了。据英国《卫报》报道，在去年12月份，佩斯科夫向参加俄罗斯文化政治精英会议的人士表示，事情会变得更加艰难，这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普京最近在布里亚特的一家航空工厂对工人们发表讲话，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关乎俄罗斯生存的生死存亡之战。当一个国家领导人把一场冲突说成是事关国家和子孙后代和国家存续的大事时，这意味着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在准备一场以西方的永久的战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普京在进入2023年以来就已经停止谈论战争的任何具体目标，不再提及胜利会何时到来，或者冲突会以什么方式结束。俄罗斯领导人只是在重复强调莫斯科正在为国家的生存而战，并最终会获胜。这么说的目的很明显，让俄罗斯人明白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普通民众需要接受它。普京还表示，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经济转为战时体制，这意味着俄罗斯社会也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虽然莫斯科政府说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但是仍然在加倍下注战争，因为现在并没有后退的余地。普京不接受在冲突中失败，而且俄罗斯似乎也没有理由失败。这一切都意味着俄罗斯高层仍然希望战争进程能够得到改善。普京最后一次提到俄军的作战行动是在1月15日，他称俄军的动态是积极的。俄罗斯军队于2月开始在乌克兰东部的弧形地带发起进攻，但是事实再次证明，俄军在战术层面很难获得优势。当前俄罗斯国防军难以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依赖瓦格纳雇佣兵的步兵进攻战术获得部分收益。按照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只有10%具备攻击能力，其他动员兵力只接受过有限的训练。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巴赫穆特为什么会成为战争焦点了，因为俄军必须利用雇佣兵的攻势来消耗乌克兰的有生力量。为了提升军队的远期战争潜力，绍伊古提议将武装部队的作战人员从115万增加到150万，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长，这也是俄罗斯正在准备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标志。现在普京很可能把希望放在通过鏖战让西方厌倦帮助基辅来结束战争了。俄罗斯比西方国家更强大的一点是，民众对战争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人员伤亡和动员令都没有改变社会的稳定，没有出现强大的反战力量。俄罗斯社会已经将这场冲突看成是以欧洲和美国的全球战争，就像被称为普京大脑的杜金所说的，我们国家的人民必须为对俄罗斯的热爱付出生命，这很严重，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但会适应。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比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也就是过得好不好，而在战争时期，要比谁更能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西方既然不想结束这场代理人战争，那么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社会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战争的准备。最后，不管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还是让西方真的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双方总有走上谈判桌的一天。在此之前，俄罗斯绝对不会认输。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